做完这些之后，整间屋子都陷入了彻底的沉寂，我们3个的话语也越来越少，甚至不敢对视。这样的麻木持续了24个小时，直到午夜钟声重新响起。请注意，4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262人。社区规则5，当日至少跨过2万级台阶，违者死。听到这条规则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条件有多么严苛，而是感慨终于不用困在窒息的黑暗里了。没有等到天亮，我们便直接走出了屋子。可刚打开房门，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。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，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。想到这，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开始一步步爬楼梯。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，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仅仅是6000阶，我们3人就精疲力尽，双腿抽搐，瘫软在地上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，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。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。人多起来之后，紧张感略微减少，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。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多走了1000步。艰难地回到家后，没等我们喘口气，午夜钟声准时响起，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。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，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，突然呼吸不畅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。请注意，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。社区规则6，当日中午12点，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，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，违者死。听到这个规则之后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，这么简单吗？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仁慈过，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。临近11点，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，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，30-40人一起研究，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，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那是什么？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。仅仅是3秒之后，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。待它们飞得近些，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只身形庞大的怪鸟。显然，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。小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？恐怕是的。”果然，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，一边盘旋，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，对准人类扑击撕咬。它们速度很快，爪牙异常锋利。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，更不用说抵抗。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，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。这一幕看得我肉疼，忍